徐福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东渡？是否真的到了日本？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一直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饶有趣味并值得探究的问题。中国史籍中最早提到徐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他记述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方士徐福。《史记》原文为徐氏，是因同符上书说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洲这三神山，岛上有神仙和仙草。秦始皇闻讯大喜，便派徐福携童男童女3000，百工及武器、谷种等出海。不料徐福竟一去不返，找到一片平原广泽，自立为王。见《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与《华南衡山王列传》。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记中也有关于徐福率童男童女出海求仙的记载，有的则说他到了宜州、儋州。唐代诗人李白、白居易的诗中也提到过徐福出海，不过这些史籍和诗词中都没有确定徐福东渡到的就是日本。最早明确肯定徐福东渡到了日本的是五代时期冀州开元寺一楚和尚所撰《六帖》一书，并说日本的秦氏就是徐福一行的后裔。此后宋、元、明、清各代文人学者的许多诗词文章中，都把徐福奉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虽然徐福是否真的到了日本尚难确定，但徐福在中日两国人民心中，已是通过上古中日文化交流，向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了。在中日两国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和故事。在中国民间，尤其山东荣成、诸城及莫各县和江苏连云港、赣榆一带，都流传着不少关于徐福的传说。还有人考证江苏北部赣榆县的徐福村或山东黄县的徐乡就是秦代徐福的家乡。山东即墨沿海有个徐福岛，当地传说是徐福东渡时船只避风之处。日本民间更把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加以具体化、形象化的附会。不少地方都有所谓徐福的遗迹和故事，如九州佐贺县的伊万里港，传说是徐福船队到日本登陆的地方。甚至还流传徐福与当地酋长的女儿阿成的爱情故事。在日本传说中，徐福从九州又继续东行到本州，经过濑户内海到达纪伊半岛。因此近畿地区也有不少徐福的遗迹和传说，如三重县熊野浦被认为是徐福的登陆地，附近有徐福之丘和徐福墓、徐福宫。和歌山县新宫市的徐福亭有徐福祠、徐福墓碑和徐福7位亲信的墓。还有传说徐福一行最后在日本的蓬莱及富士山麓找到了长生不老药。然而此时秦始皇已死，他们就定居在那了，向当地居民传播中国文化和生产技术，因此在富士山麓也建有几个徐福祠。